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啊，我现在在这个江苏的徐州，我背后一口大锅。这里面真的是什么？这个砂汤。哦，不是真的，就是一锅汤是吧？对。你这个锅有多大呀？这个锅1吨半。1吨半。对。就装1吨半是吧？对。能卖多少碗呢？烧满正好2000碗。咱这碗现在1斤半一碗，正好2000碗。一天就是能卖完吗？必须的，必须的。这现在是徐州目前做汤最大的锅。徐州做砂汤最大的锅。对。里面找什么东西啊？里头主要有圆果、母鸡、肘子、麦仁，加10几味中草药。能不能看见里边这会儿？看不见，有烟。你们家做多少年了？100多年了。那就祖上5代了就。对，5代，5代人，到底第5代啊？到我第5代。一天要做几锅啊？这个大锅？一锅，就这一锅是吧？经常一锅，礼拜六、礼拜天2锅，那不还有一个小锅吗？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小锅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就是一大一小。对。那礼拜六、礼拜天能卖多少碗呢？礼拜六、礼拜天2700-800碗。多少钱一碗呢？这边这个是3块，那边是5块。啊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它的浓度更高一点。啊，浓度更高。对，更稠一点，更浓度更高一点。这熬几个小时呀？10几个小时。10几个小时？对。好长时间呢。哦，这是个木头桶啊。对。我以为是不锈钢的，它外面包了一层不锈钢。最早的时候，砂汤锅都是净锅，都是木头做的。但是以前地锅，现在呢都是天然气作业，为了更好的跟这个灶台结合，说它外面是不锈钢的，里头是砂木，必须要砂木。对，这个木头有2个作用，一个是增香，一个是保温制作的。砂汤必须得有静木，叫静木是吧？对。你能不能捞一下，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那捞不着了。啊，捞化了一样。稀碎是吧？这肘子都秃了。哦，还有肘子。对。你就是把这材料搞成渣了是吧？啊。就是把材料搞化了。对。今天早上一招骨头都酥了，你想想10几个小时。那个是不是要过滤一下呀？还要？你把骨头挑出来就完了，大锅。哦，不用。麦仁啊、肉丝啊，再倒进去就可以了。哦，就把骨头煎出来是吧？对，再加一些调料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高汤已经很浓了是吧？对，这还回头还得再熬了，到明天凌晨3点了。哦，对，始终不断火啊！明天早上我们一定要过来尝一尝。砂汤经常喝的话，对人身体还是有好处。你像那些老年人一喝都几十年，都40、50年，从老店喝到新店啊。用徐州老年人的话说，早上喝1碗砂汤，一上午精神就满满。等了一晚上，终于早上能喝到他们家的砂汤了。马市街砂汤，屋里已经坐满了。是吧？一次端2碗。老板，你这不睡觉啊？我们昨天看你那时候已经12点了吧？啊。你现在早晨几点起来啊？3点。对。哦。这个就9块钱一碗的呀？3块。这3块是吧？我们只用事实说话。哦，这里面还可以加鸡蛋。对。砂汤打鸡蛋，好像吃御膳。哦，这个又是徐州的顺口溜。对。这就说明这个砂汤，蒸鸡蛋更非常有营养。哦，更非常有营养。这个鸡蛋是客人自带的是吧？对呀，自带也可以，在这买也可以。看这，用那个砂汤冲上这个蛋，鸡蛋花，你看看，早晨很好的一顿早餐。哦，老板，我看那个招牌上写了一个什么街啊？马市街是吧？马市街砂汤，因为那个字念啥是吧？砂汤。乾隆入过徐州以后。品汤以后，汤鲜味儿美。从此乾隆问这个师傅说：“这叫啥汤啊？”这师傅由于文化有限，也当时顾客也很多很忙，随口就说了：“对，就叫啥汤。”那乾隆又问这个师傅说：“哎，这个啥字怎么写了呢？”这个师傅，你想文化有限，
随手左边写了一个食品的食，右边加了一个宝字盖的它。所以说这个砂糖的砂就是这么来的，就是造了一个字，哎，制造的，哎，这个小典故是啥？造了一个啥字？33块，3块钱，很便宜啊。这都喝几十年了，喝多少年了呀？你喝几十年了是吧？哦，他这个店开了多少年？你知不知道？老店了。老店了。像这些老年人，你看这个爷们儿，我估计都得喝40、50年了。老大爷，你自己带碗过来？对，买这个是吧？啊。这准备买几份啊？买1份，买油条，买油片子。哦，这个砂糖喝了多少年了呀？哟，这个是很长时间了，老牌子，80多岁了。哦，80多岁了。差不多给1、2天才是买一次。这有很多顾客都是从老店喝到咱现在这个新店。大叔也带了个罐子过来了。就是你们家有没有马市街这个砂糖有多少年历史了？100多年历史。100多年了。到你这第几代了呀？到我这是第5代。有没有就是教过学徒啊，教过徒弟啥的呀？不教。都是只传你们这一代。传承。手艺传承人。这个。那每一代传承几个人呢？一个。只一个是吧？现在徐州有多少卖砂糖的呀？整个徐州不下30-40家，没有比咱们做的时间更长。没有比你们做的更长的。我没说嘛，咱这现在马市街这块牌子是咱几代人的心血，所以说我们要维护好这一碗汤，对汤要求比较很高。你像这个涂料，我们老板的口号向来都是什么？选料精，涂料足。你看那些老顾客喝来喝去，还是选择咱马市街。那马市街也不是个牌子，别人能用吗？不能，咱注册过。哦，注册是吧？对，这是咱几代人的心血做出来的，不是说咱们随便说。马市街砂汤现在这一碗汤，不但是一碗汤了，它现在还是徐州城市的美食名片。过年过节在外回来徐州的这些，回来以后到徐州早餐必喝这一碗。必喝砂汤。对。早点来徐州必打卡之地，主要有猪的圆骨，筒子骨，老母鸡，30年的打野的老母鸡，必须得是老母鸡，肉吃你肯定不管，这个老母鸡种子的味儿你能喝出来。还有这个猪肘子，麦仁加10几味中少量，像脾胃不和的人长时间喝比较好。隔会儿搅一下是吧？对，它底下有火呀。哦，不能粘锅了。对。盖鸡蛋多少钱呢？1块5。1块5，那个加一碗4块5是吧？这个砂糖制作起来是不是制作工艺是不是很麻烦呢？制作的话，主要就是时间。用师傅的话说，功到自然成，要有工匠精神。大火、小火、慢炖，需要10几个小时。咱中午开始投料吊澡堂，到凌晨的3点开始去骨加料。中午。对，就今天中午。对，咱上午卖完了以后，从中午把锅清完了以后，就开始投料，把这些圆骨啊、老母鸡啊、肘子啊、麦仁啊放里头，加一些料包放里头，就开始吊汤。那你从开始吊汤到做出来多长时间了要？得需要11、12个小时吧，这。10几个小时是吧？咱连里头的骨质啊都给它充分的溶解在汤里。所以说，你像那些老年人，像人一到这个40岁往后，人这个就有比较缺钙量，长时间喝点砂汤还是比较好。像这个经常喝酒了、脾胃不好的人，长时间喝点砂汤还是比较好。优质砂汤、普通砂汤，3块的、5块的，八股油条，再来个八股油条，2张票，8股油条，然后和一个汤，6块钱。你淋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香油。哦，8股油条是这样下。其实就类似于8根小油条，把它拼在一起，连起来给它。对，在外面没有吃到过这个8股油条。做起来麻烦点要。这是这一碗砂汤。哦，有一点什么东西这是？麦仁儿，好像还有点肉粒、肉蓉样的。8股油条8根，油条是8根呢，8小根这样打软，蘸砂汤上。
它里面有这种小的麦仁儿，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快给熬化这种肉丝丝样的。入口的时候，第一口我感觉像油茶，然后再仔细品味又不是，又像胡辣汤嘛，又没有胡辣汤那个辣味儿。撒汤泡油条，听老板说这个撒汤在徐当地来说也是一个名吃呀，是他们当地最喜欢的早餐之一。现在早上7点钟，然后看我背后桌子都坐满了，外边排着队，屋里坐满了，也就说明这个汤在当地还是很受欢迎的。刚开始吃的时候感觉那个味道呀平平淡淡的，也没什么特别之处，就是多吃一会儿，多喝一会儿，越吃越有味，越喝越想喝。汤熬的比较浓，然后它也勾了那个芡了，应该是有点粘嘴吧。